我報名了，一人只要13000，馬來西亞6天4夜，一直坐車，風光看到飽，包吃包住，包機有包車，各位朋友一起跟我來見證。哈什麼啊？大家好，窮鬼來了。這次我參加的是一人只要13000，而且還免小費的6天大馬團。跟各位說，我之前有拍過要價3萬多台幣的馬來西亞中高價團，你們可以來做對比，但千萬別以為便宜就吃不好。這次行程不僅吃到了在地米其林餐廳新鮮榴蓮，還有正宗的肉骨茶與娘惹風味餐。就算遇到自理餐啊，大馬的物價也完全不傷荷包，該吃的都有吃到，沒吃到當省道，全程絕對餓不到。行程也是滿到不行，去馬六甲看荷蘭紅屋，閒逛機場街、聖保羅堂，走訪三寶山，了解鄭和下西洋的歷史，在吉隆坡打卡雙子星塔、沙羅馬情人天橋、蘇丹皇宮與獨立廣場，還一口氣體驗了多元宗教聖地，包含印度教的黑風洞、伊斯蘭的水上粉紅清真寺，以及新山道教的柔佛古廟，在地市場磁場街與城市打卡景點鬼仔巷、中央藝術坊、復古迷宮書店，以及在地精品百貨，逛街到腿軟，體驗著名夜市美食。當然，低價團必備的購物站也沒少，但每一站都佛到不行，完全就是來逛逛，不買也無所謂。大馬華人簡直暖心啊！而且還安排了價格實惠的在地大賣場，讓我們掃貨，時間完全不趕。雖然全程搭車的時間比走景點的時間長，還得搭飛機到新加坡，再入境到馬來西亞。但也看了一遭新加坡的市容，也算有所體驗。同時搭配盡責，雖然沒那麼貼心，但全程超 free 的導遊跟領隊。當這趟大馬行軍之旅開始吧，我們出發。第一天是沒行程的，行程就是搭飛機，桃園機場集合。這次我是一個人參加，因為我朋友出車禍了，沒辦法來。這次的旅行社是找到了旅行社，旅行業界號稱許個短襪，到底會不會弄破襪？我們再來看。出發前，旅行社會寄網卡、行李束帶、夾鏈帶、行李牌、護照套、轉接頭。這次我連馬幣都沒換，我打算到當地再換就好。領隊集合宣達注意事項，並加入聯絡群組。跟團旅遊就像當兵，確保每一位團員都安全搭到飛機，這很重要。而且櫃檯開櫃前還會幫忙留意登機位置，手把手帶你出國。各位好我現在人在那個候機室附近。等一下搭飛機到那個新加坡機場那邊要4小時半，然後接下來呢還要再坐那個4小時的遊覽車，然後到那個馬來西亞入境這樣子。是晚上的營業航班，看來有的受了。搭乘的是有夠摳的酷航，沒辦法，便宜。飛機上的任何飲食都是要額外自費的，是不貴，但就是感覺問題，所以我不買。雖然規定禁帶外食，但各位如果想偷帶點零食飲料也不是不行。偷偷趁空姐轉身不注意的時候吃喝幾口，那種感覺真的有夠刺激，還能促進血液循環，簡直跟亞當夏娃偷吃禁果有得比。當然啦，玩笑歸玩笑，就算是聯航，酷航的飛安還是很棒。由於飛機過去要4個鐘頭，飛機又不好睡，好險我手機已經在網飛下載了幾十部電影，搭配無線耳機掩蓋乘客嬰兒哭聲，這樣開飛航也能離線觀看。下飛機了，已經第2天了，凌晨4點有夠晚的。雖然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了，我已經明顯感受到販賣機的物價，但還不用高興得太早，還要取行李、出海關，接着還要搭乘遊覽車前往馬來西亞入境。這次入境簽證，領隊跟旅行社都處理好了，還要幫我們顧上下行李，我們只需要行李放着上車就好。我今天呢，送大家呢去我們新加坡的其中一個關口，大士關口哈，大家的目的地是馬來西亞了哈。大家一路上辛苦了，累不累？累哈。我们这個路程呢，全長是40分鐘左右哈，40分鐘就到了。大家有沒有感覺到我們新加坡的熱情啊？只有很熱，沒有熱情。要到馬來西亞關那邊才會換車，所以記得護照帶好，貴重物品帶好就可以了。下去呢，一樣海關的地方不能拍照，你們就過了之後呢，往前走就會看到我們這台車，再回到車上就可以了，因為我會走最後一個，我要確定每個人都有跟上。雖然經由陸路入境馬來西亞是不會像機場那麼麻煩，但還是累。入境到馬來西亞以後就要換遊覽車了，這次團員比較多，起碼有30位。所以巴士上很難一個人坐2個位置。
由於大馬一年四季如夏，會很熱，在寒假的時候來大馬避寒是挺好的。接下來這100 plus 的運動飲料會很常用到，也不貴，喝起來就像舒跑加上氣泡水。到達大馬以後，我們的導遊來接待我們了。因為我們途中大概是3個小時，當然，如果你們要上洗手間的話，我也是安排的。不過現在這邊有洗手間可以下去，那麼你們可以叫我郭導，也可以叫我小輝，還是叫我輝輝，都 OK 的，好嗎？給你們休息2個小時。這行程硬不硬啊，各位？我們第2天的行程直接開始，毋庸置疑。不過我們還有1個小時多的車程，再撐一下才到馬來西亞的馬六甲。到休息站了，上個廁所。這邊天氣很熱啊，然後我現在已經換短袖了，比起剛才在台灣那個穿外套厚的跟什麼一樣，現在脫到剩內衣了。再撐一下，等一下就要到馬六甲了。導遊會在車上介紹馬來西亞的地理風情，最前面還有地圖呢。下一站三寶山。歷經了漫長的跨境拉扯，我們終於抵達馬六甲。這地方已經被葡萄牙、荷蘭、英國輪流佔領過。簡單來說，就是一個充滿殖民遺跡的歷史大混血區。這一站是三寶山，導遊通常會在這裡講一堆鄭和下西洋、漢麗寶公主的歷史故事來填飽時間，聽起來很氣派，但說穿了，這裡其實是全世界最大的華人傳統墓地之一。對，你沒聽錯，這裡主要聚集於2戰後紀念抗日殉難華僑的歷史，我們就是來參觀人家祖墳的，所以大家抱持着尊敬的心態走走看看就好。這裡不用門票，是超級清幽的佛系景點。這裡有座寶山亭，拜土地公的，裡面還有鄭和像跟三寶山的地形圖以及歷史可以看，都中文的。三寶井，這個是地下水井，可以喝的，不過現在不可以喝了，你晚了。所以到底能不能喝？看了也不想喝。這裡有座三寶房，還可以吃榴蓮，價格都很合理。結伴來這邊看看華人歷史建築群，也順便吃個榴蓮，挺不錯的。請粉絲吃黑刺榴蓮，這裡賣的榴蓮有觀光一角，但還算合理。香甜軟糯，香甜軟糯。上車前往下一站。沒什麼事情比發水還開心。有些旅遊團是不提供礦泉水的。荷蘭紅屋，顧名思義就是荷蘭人蓋的一堆超顯眼紅色建築。這裡是馬六甲的打卡一級戰區，觀光客密度極高。如果你是網美，你唯一要做的任務就是夾在人群中搶角度，拍張照證明馬六甲我來了，然後回家修片。接下來我們到機場街。機場街，這也在荷蘭紅屋附近，名字聽起來很生猛，但跟台灣的淡水老街有極度相似之處。但一樣很多特色地標能走走逛逛，體驗濃濃的南洋風情。這裡面還賣很多涼惹糕啊、海南雞飯粒和各式土特產，在這條街上的土特產商店也是特別夯，剛好可以好好觀察一下當地的觀光客定價模式。這裡有些東西的品項，只有這些土特產店有賣。我們舉例雅發咖啡好了，比較熱門的口味在一般大賣場都有，但是冷門一點的口味就找不到。但在這裡的土特產商店啊，都找得到，其實價格就高一點而已，但至少不用跑這麼多趟店去找，圖一個方便，買多還可以談優惠。像這裡的華人特色商店也是值得逛逛看看。我自己也有買他們的拌麵醬，確實不錯。而且這裡可以免費試喝他們的白咖啡跟各式拉茶，哇，你想喝多少杯都無所謂。而且重點是免費借廁所。大馬人暖心呀！這次要自費搭3輪車，反正有團員要搭就一起搭。因為你是自己付錢，就不用給小費了。聖地亞哥古城門廢墟，這城門當年是葡萄牙人蓋的，後來被英國人炸到只剩這面牆，真的是名副其實的斷垣殘壁。拍完照看一看，我們沿着旁邊的小山丘爬上去，就會看到聖保羅堂的遺址。天氣有夠熱，沿途小販都有賣冰紅茶。哇，這邊小販真好賺，一年四季他只需要賣一樣東西，就是冰紅茶。
走上去以後，看着這些充滿歷史滄桑的石頭，我只覺得我的汗水也很有歷史的味道。著名傳教士聖方濟各埋葬於此。教堂前素有聖方濟各神父雕像，這裡就是讓你拍照打個卡，證明你也來過歷史古蹟了。不過這裡地勢高，用來俯瞰整個馬六甲市區倒是個不錯的制高點。怎麼感覺有一股馬街感？時間差不多了，肚子也餓，下一站去吃飯。因為這地方放給我們1個小時，大家除了這裡也沒其他地方能做。匆匆走完馬六甲的行程以後，接着就要來去吃今天的第一餐了。導遊說有麵包機呢，有安排團餐就是棒，而且又是特色團餐，菜色部分都很合胃口，麵包沾醬咖喱，風味絕佳。這一餐大家沒什麼胃口，所以我拿到特別多下，吃飽喝足，接着就要驅車趕往吉隆坡，快樂拉車嘍！台灣是什麼體制？總統對嗎？馬來西亞是什麼體制？君主立憲，我們沒有總統。你們總統是怎麼選？1對1的，對不對？我們不是，我們是君主立憲。君主立憲掌握大權的就是在首相。還沒到，繼續睡。到休息站繼續上廁所。到達吉隆坡了。亞羅街夜市，導遊放我們在這邊自理餐。來到亞羅街夜市啊，放眼望去，超多中文菜單。說實在話，這裡就當做觀光夜市走走看看，感受一下南洋氣氛就好。雖然導遊放我們在這裡自理晚餐，但很多熱炒大排檔的套路，跟大陸的南方幾乎一模模一樣樣。攤販賣的東西也都大同小異，沒什麼特別令人驚豔的，所以走走逛逛就好。各位是否發現，為何吉隆坡繁華地帶都有包頭巾的阿富汗婦女抱着嬰兒在乞討？其實，在很久以前確實有真正的難民，但現在就不一定是難民。那手上抱的嬰兒也只被視為一種道具，活生生的道具。然後有些嬰兒讓我聯想到香港恐怖電影《大頭怪嬰》，不哭不鬧是因為被餵食鎮靜成分的藥。其實也不曉得能活多久了啦，大概過一陣子就會換。另外，跟大家分享個實戰經驗。如果在遊覽車上跟導遊換錢，你會發現匯率比較差，這其實很正常，就是一種我給你紅邊，你給我賺幾蘇啦的概念，當做抽一點人情稅，很合理。但如果你剛好有來吉隆坡亞羅街夜市附近，其實附近啊就是我們的五級免登金三角地帶，很繁華的，可以考慮自己來這間換錢，匯率是真的漂亮很多。想省錢的各位可以參考一下，附近很多換錢的地方 ，Google 找評價好的就行。路上有一些穿着暴露的女郎，是當地的灰色產業，會問你要不要按摩，非正規按摩，要注意別被削了。晚餐我決定直接吃附近便利商店，簡單又實在，反正也是在五級免登附近。吃完準備回車上，出發前往下一站。雙子星塔。這是很多人來大馬吉隆坡必打卡的地標景點，無論白天或晚上看都很漂亮。我上次來是看白天的景，在雙子星塔這邊，你會看到很多職業攝影師在拉客，說要收費幫你拍美照。但我個人認為，這種沒有明碼標價的服務很難去約束他們。像之前在大陸景區遇到的職業攝影師，大多都會明碼標價，講好多少就是多少，不會亂動手腳。但這裡的收費模式我就不清楚了。如果是獨自出來旅遊的朋友，建議你們自己斟酌一下風險。想省錢又想避坑，最棒的做法就是自己拍一張美美的自拍照，然後再拍一張雙子星塔的空景，回家請 AI 幫你 P 在一起，不用跟人家討價還價，出來的質感也是一級棒。沙羅馬行人天橋這個景點算是近期吉隆坡最火紅的網美打卡聖地。據說設計靈感是來自馬來傳統婚禮上的檳榔葉排列，象徵着祝福和純潔。白天看起來就像一顆巨大的水晶，但到了晚上，整座橋4000多顆 LED 燈亮起來，直接變成一個超大的變色龍王八蛋。不過這座橋最厲害的就是它連接兩個世界的地理位置，橋頭橋尾都會有種穿越時空的錯覺，一邊是過去，一邊是未來。當然，身為打卡聖地，這裡一樣不用門票，免費走。晚上來吹吹風，看看這座城市賽博朋克感，確實挺漂亮的。
在我們準備回飯店了，導遊讓我們明天10點半出發，沒想到居然還是有人有意見。你們明天10點半出發，明天10點半出發 ，OK， 後天8點出發，最後一天凌晨2點半出發。所以你想一下，明天是不是最輕鬆的？對。為什麼10點半？就是終於回到飯店了。住的飯店比較舊，但還能睡。飯店也有裝水的好地方，這間飯店的電梯挺多台的，客流量也能及時疏通，人多也不會卡住。好，那這次我自己來配。飯店開箱環節，你卡套忘記拔了，重來。插入取電卡，冷氣再開。禁煙房哦，來看一下房間布置有什麼。簡單的那個行李架，很簡易的衣櫃，連衣櫃的櫃子都沒有啊，拖鞋。這牆壁像小孩子在上面畫畫一樣。桌子可以啦，桌子很大了啦，可是椅子我不滿意。這椅子沒有靠背，如果要做文書作業，怎麼可能嘛？算了，這是睡覺的地方而已。冰箱也可以，夠涼。雖然這間飯店它只有3星級，可是它該有的茶包、糖包什麼都還有啦。水給你2瓶。太迷你了吧？有還可以煮水。好，這是它的菜單，可以去點餐。這一個電視，應該也不會再用。一張雙人床，基本上只有我一個人睡。他說飯店不會提供牙刷、牙膏等備品，不過他還是很貼心的提供了。有氣氛的燈。這是沙發床。來看一下外面的景觀。各位，這景觀不錯，來，城市景觀。可以，算了。早上再來面對它。來浴室。這浴室像那種套房的浴室，知道嗎？很小間，不過可以啦。現在看一下正不正常。聽水聲就知道了，水壓好像不夠。那這個。可是这個水压可以啊！哇，這個洗臉盆有點小啊，周遭擺放用品的空間也很有限啊。不過它盡量做到，可以讓你擺很多東西。好了，勉強。還有個室外窗，讓你廁所不會那麼臭。不過我們先關起來。本來有洗手乳的，現在沒有了。OK， 吹風機夠強，可以。來，哇，這個太簡易套房了吧？這個，來，2合1哦，頭髮跟那個洗身體2合1哦，要這樣按壓。慢慢按壓它才會出來。正常嗎？
好，可以。那我們這2天的時間在馬來西亞都是住這一間，那我們後天就會換新的飯店了。OK， 先這樣。休息了，到這邊已經晚上9點半了，不過還好，明天早上10點半出發。床底沒人安全，冷氣不是中央空調，而是房間自己一台那種舊冷氣。我住的房間冷氣還漏水，好在通知領隊以後，飯店有請工作人員上來處理。雖然不是換房間，但有處理還是有加分。各位晚安，要累死。Selamat pagi， 大家早安，終於有睡飽了。第3天開始，廢話不多說，直接開箱這間飯店的早餐吃什麼？不得不說，雖然飯店老舊，但早餐還是值得誇獎。該有的都有，現點現做的也有，也能吃飽，能夠被挑食的東西極少，這點要給一個讚。長輩最愛的熱水也有。來說說今天的行程，我們第一站會先去國家皇宮，在那邊拍照，順便看看國王有沒有上班。接着會到一間土特產中心，基本上就是購物站，然後就會去印度教聖地黑風洞參觀，順便爬彩虹階梯。接着就會去獨立廣場，那邊有大片草皮，很漂亮，而且最近也整修好了。然後到中央藝術坊，感受當地文創氣息。逛完以後呢，沿路走去磁場街，逛逛當地觀光客最愛的在地市集，然後會沿路逛到城市書院，感受一下華人宗祠的魔力。接着到鬼仔巷，類似眷村的打卡小景點。最後就會帶我們去博威年廣場百貨公司，體驗那裡的精品魅力以及年味滿滿的造景，絕對令人驚豔。吃飽喝足，準備出發。我們的飯店附近就有便利商店，還不算偏僻。導遊在車上的時候就會教我們一些馬來話的運用，像是早上好啊之類的。早上好的話，我們叫 Selamat pagi。來，大家念一下 Selamat pagi。有學幾句馬來話這幾句肯定會用到的。Selamat pagi 會用到 ，OK， 你好嗎也會用到。Apa khabar？你可以跟巴西師傅講，他是馬來人。這一站大華宮，導遊只給我們40分鐘左右。那等一下差不多，這邊實在太曬了，所以找個樹蔭處休息休息。那這邊拍完照拍照，就差不多上車了。這邊廁所也很乾淨。國家皇宮。如果你需要一些氣派的素材來塞滿相機記憶卡，國家皇宮絕對是無腦拍片的好地點。雖然不能進去皇宮裡面，但在大門口跟那些騎馬的衛兵拍個幾張，版面看起來就是大氣。今天黃旗有飄揚，國王有上班，恭喜各位！看到黃旗，大馬人會把這份福氣分享給大家，吉祥旺旺旺！今天早上就帶大家來沾沾大馬國王的喜氣，着實令人士氣振奮。下一站到了，土特產購物站，這裡有賣東格阿里、豆蔻糕、肉骨茶之類的。如果我導遊呢，服務還不錯一下，有照顧到大家，請大家支持一下因為如果你們支持越多，我就越多團了OK， 好不好？導遊只有輕描淡寫幾句話而已，就帶我們下車了。大家都支持你，哪次不支持？來，先進站聽課，發放員工證。它是我們當地華人的一個藥材坊，增加體能的鼓動器開胃的，小朋友也很喜歡喝的。搭電梯上樓，準備小房間解說。進去以後，我們就開始找位置坐了。我們的銷售員先來個幽默開場讓大家緩解一下氣氛。所以說盡量喝，不會影響睡眠如果說等一下喝到我的白咖啡，影響到今晚上睡覺的話呢，叫導遊打電話給我，我哄你睡。最重要的一定要給大家介紹這個老鼠根，這叫什麼根？不知道，這就稱呼上馬來西亞的南洋人參，叫東格阿里。肉骨茶1盒6包，一盒要1000多台幣，單買不划算，所以一定叫你買多點有優惠。現在我們有搞活動買3盒送1盒它裡面請各位試喝肉骨茶，真好喝，繼續續杯。小房間講解完結束以後呢，就轉戰銷售大廳啦。
你喝不夠嗎？沒關係，銷售大廳繼續喝。基本上推銷完全沒有壓力。你知道這一站我覺得像走哪裡一樣輕鬆嗎？像走好市多或家樂福那樣。來咖啡，我們有这個是買7盒，有送1盒。他們推銷他的也會把試吃品擺出來，隨便你吃，隨便你喝，愛妹妹凊彩你，反正就是待在裡面一段時間。弄到一半的時候，我以為導遊要跟我說可以買什麼什麼，結果不是而是關心我，推薦我可以在哪邊買東西、吃東西，附近哪裡能逛等等。大馬華人都是這麼 chill 的嗎？昨天你沒出去玩？昨天沒出去玩啊，沒有地方好晃啊。有，你酒店後面嘛，你走酒店前面。酒店前面，左邊那邊有餐廳。哦，你要買的話，我今天有帶你去星光大道那邊可以走。幫我結賬。好，來，這邊。窮鬼只要每杯媽每杯念，他自己就會想買了。我的天，這一站從進去出來，含小房間解說也才1個小時而已。就算不買，也是試吃試喝，給你自己輕鬆走馬看花。這裡從高單價的東德阿里、健康食品、金絲燕，到還能接受的肉骨茶、白咖啡、土特產都有。這間土特產店已經有10幾年的歷史了，雖然溢價比較多一點，但勝在它已經踏實經營了10幾年。但品項確實多，走的就是多元銷售。同時這邊不接待散客，主要是接待團客為主。如果有來這邊，看到喜歡的可以買買看，挺不錯的。下一站吃飯。吃飯了，各位，這一餐吃到大馬必品嘗的肉骨茶餐。來大馬就是要吃肉骨茶。這一餐吃完以後，晚上就是吃禮餐了。導遊說這一餐可以吃飽一點，晚上搞不好就不用吃了。吃飽喝足，出發前往下一站黑風洞。黑風洞到了，那導遊在這邊給我們40分鐘左右哦。那如果你們要爬的話，有200多階，哇塞！好，我就在這邊拍照給你們看就好。騙你們的窮鬼招牌。說到挑戰極限，絕對不能漏掉印度教聖地黑風洞。這裡最出名的就是那條超陡的彩虹階梯，爬上去真的是滿頭大汗的體力活。但我必須先打個預防針，這裡鴿子跟猴子超級多，相對的地上也滿地都是黃金，環境確實偏髒，而且猴子還會當面打劫你的食物。不過只要你撐過階梯，走進山洞後，裡面的鐘乳石景觀，加上自然光從頂部灑下來的那種空靈感，視覺相當震撼。看着眼前居高臨下的風景，確實會覺得剛才流的汗、踩的黃金都值了。拖鞋才能進去，要記得。感覺鞋子會被偷。恭喜各位，我們爬完黑風洞的階梯了。接着我們上車，前往下一站。獨立廣場。來到吉隆坡的獨立廣場，你的目光一定會先被對面那排超華麗的建築吸走。這棟蘇丹阿都沙漠大廈走的是摩爾式建築風格，加上那個經典的銅色洋蔥圓頂，不知道的人看照片還以為你跑去哪個中東土豪國家度假了。這是一整片開放式的公共空間，完全免費，不用看人臉色，隨便找個草坪邊緣一站，背後的異國大片感直接拉滿。廣場上還有一根號稱全世界最高的獨立旗杆之一，當年馬來西亞就是在這裡降下英國國旗，宣告獨立的。歷史意義很偉大，但現實狀況是，這裡完全沒有遮蔽物啊！在這片超大的綠色草坪上，馬來西亞的毒辣太陽簡直是在對我們的皮膚宣戰。在這裡拍照，防曬要做好，建議大家採取快很準戰術，下車取景按快門，3分鐘內解決戰鬥。草坪在灑水的時候別踏進去，腳底會有一堆爛泥巴。我們出發前往下一站，大部隊走路出發。下一站中央藝術坊，聽名字是不是覺得充滿藝術氣息，很高大上？但我老實跟你們說，這裡走進去一看，其實跟高雄的戰二庫頗有相似之處。不過人家的資歷可是深很多，歷史可以一路追溯到1888年。簡單來說，這就是一個把100年舊建築重新翻修，然後塞滿各種南洋風情紀念品。
手作小物和特產的室內文創市集，讓這裡的大馬文化氣息更濃厚。這裡最大的優點就是冷氣開得夠強，在馬來西亞這種天氣，這絕對是大加分。當做避暑勝地非常可以。逛渴了，附近也有便利商店能買飲料消暑。另外，必須稱讚一下，這裡上廁所原本是要收費的，但是跟團的好處來了，導遊直接發了免費廁所券。出來玩不用自己花錢上廁所就是最好的。如果你想補充點文化氣息，2樓有藝術房的歷史可以看。但說到底，這裡的商品定價就是標準的文創觀光客價。如果你剛好有親戚朋友指明要什麼紀念品，或者是對他們當地的文化小說有興趣，可以來這邊挖個寶，翻幾本書。不然的話，就跟我一樣，享受這免費的冷氣就好。穿過大街小巷以後，導遊接着會帶我們到磁場街。其實磁場街也就是吉隆坡的唐人街。但我直白的跟各位說，這裡只要是擺在店面裡賣的紀念品，價格基本都是偏高，有一定程度的觀光溢價，但喜歡就買沒問題。基本上大陸流行什麼，這裡也會出現什麼。至於街邊的那些特色小吃，環境衛生就看你個人腸胃的防禦力跟接受度了。喜歡極度接地氣的，可以挑戰看看。乾淨又衛生啊，兄弟們，來喝看看。豆花。不過這裡最精彩的其實藏在細節裡。如果你眼睛夠尖，往左右兩旁的街區暗巷稍微觀察一下，就會發現其實這裡暗藏春色，是個充滿成人色彩的灰色地帶。總之，磁場街就是看個熱鬧、看真實社會百態的好地方，感受一下氣氛就好。馬不停蹄，接着又要繼續步行。這站是城市書院。有趣的是，這裡離剛剛那個磁場街非常近，但氛圍卻是天壤之別。但這邊是要收門票費的，但導遊帶我們進來的時候沒有提到。如果你們有來，一定要抬頭看一下他們屋頂上那些超精美的石灣陶瓷跟雕花，這可是當年華人下南洋打拼，把廣州陳家寺原汁原味搬過來的工藝。現在這邊的工人除了祭祖，還有婚姻註冊、文化活動、青年團康、AI 導覽等，現已被列為吉隆坡重要文化資產。除非是跟團帶來這邊，不然自由行來這裡沒有意義。逛完城市書院，再走一小段路，尾仔巷到了。如果你是過年期間來，大紅燈籠掛滿天，那個布置真的是非常有年味。但我們平常時候來，說實話，走進去的那種感覺，超級像我們台灣的老眷村。牆上有些懷舊壁畫可以拍拍照，算是一個不用停留太久、小品等級的打卡點。去年來過，然後今年又來第2次了，他應該認得我很多次了吧？嗨，跟他打聲招呼。啊，1、2、3，哦，来再來，要不要換 pose 啊？好，1、2、3，好。接下来就不用走了，要改成搭車。博威年廣場，簡單來說，這裡的地位就等於台北的信義區商圈，滿滿的金錢味。走到大門口，一定會先看到這個超顯眼的大地滿裡琉璃水晶噴泉。偷偷跟你們說，這個大有來頭，它是我們台灣的琉璃工坊設計的。來到大馬蹭一下這個台灣之光，拍個照，打個卡。大門上方還有一個超巨型的 3D 裸眼 LED 熒幕，跟日本新宿那個有點像。同時，外面的廣場是最著名的星光大道，商場裡清一色都是國際一線精品。現在又是過年期間，這裡的擺設簡直年味滿滿。過年來大馬，着實令人驚豔。但博威年廣場最大的存在意義只有2個：第一，冷氣有夠冷，在外面走到快中暑，進來吹這種免費的頂級冷氣，爽度爆表；第二，我們真正的戰場在地下室，地下樓層有很大的美食街跟超市。如果你的自理餐想在舒舒服服的環境解決，或是想順手買點包裝精緻的伴手禮，直接往地下室走就對了。真令人驚豔，這裡的鐵板燒和台灣極度類似，價格也不會太貴，南洋風味令人回味無窮啊！吃飽喝足以後，也要準備上車回飯店了。今天的行程就結束了。完了，司機大哥送我一堆泡麵，這肯定是上一团或上上一团的团客留下來的。我拍這支影片是提醒你們說，現在泡麵輪到我手上了，
我會把它努力吃完。明天早上8點出發，各位晚安。大家早安。第4天開始了，這次起來的比較早，太陽都還沒出現。早上起來就是要來吃炸店。不得不說，飯店的早餐都會更換。這次終於吃到雞肉了。今天的行程比較簡單，都還在吉隆坡。首先會走2個購物站，第一個是乳膠床墊，賣寢具的。接着還會到一間 AI 百貨，算是我聽過比較新的購物站，主要是賣精品居多。接着就會去迷宮書店逛逛，同時附近就是我們這次行程的亮點——拉拉米米其林餐廳。米其林等級的料理，我真的第一次吃。接着會一路往新加坡的方向開，沿路再到布城的粉紅清真寺，拍張照打個卡。接下來也就沒行程了，就會回新山的飯店。以吃飽喝足，我們走吧。你们可以睡的，那邊有很多公分的，那邊有7公分的，有10公分的，有15公分的，好嗎？每個人都去躺一下，這個是帶你們去看馬來西亞國寶之一。這一站是乳膠床墊購物站，導遊前面鋪陳只有短短30秒而已，其實也沒講要不要支持他。一進站就先貼跟團專用小貼紙。先來聽聽乳膠的講解。這間也是團客店，專門做遊覽車團客生意的。香蕉樹種子進去就不能拍照了，後面你們就當夢到的就好。在外面站着聽完以後，緊接着進小房間進行示範。來們看來，乳膠床墊不會有塵蟎，在這個燈光下你看一看，從來都不會有啊，你可以在床上打球。OK， 安靜非常好。請帥哥上台示範。話說乳膠床墊用雞蛋測試，我就覺得夠了。這邊測試居然還用到榴蓮，這我第一次看到。都不能再壓了，你就馬上停止。OK， 100、200、300个空间好。别躺在乳膠床上面的話呢，它就能分散我們的重量和壓力，所以你可以睡到很輕鬆，連那個雞蛋都沒有壓力。其實這一站就是講解一下乳膠的好處。小房間的講解也才10幾分鐘而已，接着就帶大家去外面體驗乳膠床。重點是什麼？這裡的銷售氛圍有夠輕鬆的。你知道這裡像走哪裡嗎？就像走菜市場那樣，他們招呼他們的，你不想買，你躺在床上就好。你也可以晃到外面去，也沒人管你。但除非你要抽煙，不然外面也沒什麼好晃的。但是這邊的床墊略貴，舉例最低價的5公分床墊好了，也要4萬多台幣。就算有折扣，那也不多，所以我個人傾向於在好市多購買乳膠床墊，便宜耐用好躺，也是純乳膠，最便宜也就4000多台幣而已，光是價差就將近10倍。這邊光一個乳膠枕頭套也要1600台幣，重點也沒打折。以市面上行情來看，溢價也是高到不行，起碼12倍，可能這就是大馬價值。沒辦法，證書都擺在那邊，這點是毋庸置疑的大馬價值。不過待在這裡也就1小時而已，哇！原來這一站採取的是佛心銷售模式，價格是給你看的，不是給你買的。話說我身上換的馬幣也沒花完，就帶一個回去用看看好了。想到好理由了，錢包被偷，不能購物，結束了，出發下一站。我們再去一個精品店 ，OK？ 大家放鬆輕鬆一下好嗎？購物站輕鬆到懷疑人生。AI 百貨。進站以後，直接請銷售美女為我們講解。AI 退稅免稅精品館進去之前，我想先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公司的產品。現在請大家跟我來。但是在裡面我有12生肖的吊墜和12生肖的手鏈，在前面正面是12生肖，這個是健康者鏈。在上面是一個黑那個珠寶，我們戴美美的，體溫達到32攝氏度時，第一是正離子，第二是負離子。如果我們體內正離子過多，我們會什麼導致那個高血壓。進小房間演示 AI 眼鏡，但是電視無法投影，直接尷尬大失敗。但是我請問一下，大家有知道宏達電嗎？在台灣，一些有知道就是宏達電一隻眼鏡，他們賣多少？大家知道嗎？16000多台幣。但是我們這個 AI 眼鏡4000多台幣左右可以買一個了。講解結束，前往主戰場。說是 AI 百貨，但這間購物站跟 AI 沾上邊的可能性
大概只有他們賣的 AI 眼鏡了吧。說實在話，這些商品的定位主要都是健康手鏈、珠寶居多 ，AI 眼鏡只在裡面的一個小櫃位。每項物品的價格都起碼5000台幣起跳。當然啦，喜歡的就會買，想買也有折扣談。其實這一站的商品銷售方式一開始就錯了，應該要派一位銷售員演霸氣總裁，先跟大家說辛苦了，不買也沒關係哦，讓我們卸下心防，跟員工一搭一唱，才有可能促成銷售。弄一堆花巧名目 AI 設備，說實在，長輩自己也看不懂，也不會用。這一間也只接待團客而已，不過沒差啦，這邊有飲水機，還是要給他加分。展場大間，結果這邊廁所很小間，還要排隊，這個扣分大概扣到沒了。廁所那麼小間哦。不過這一站很輕鬆，按講解及待在銷售大廳的時間30分鐘就出去了。但這一站的買氣比較差，全團0人購物。老闆，你有聽到嗎？老闆，你要加油！有贩卖機加1分。購物站的部分至此都全部結束嘍。走吧，我們去吃米其林了。由於時間還沒到，所以我們逛一個迷宮書城。這裡原本是舊戲院改建的，保留了那種粗獷的廢墟宮宴風，加上錯綜複雜、頂天立地的書架排列，視覺衝擊力很強。這裡絕對是絕佳的出片聖地，隨便找個樓梯或角落一站，構圖都自帶電影感，拿來當影片封面圖超適合。這間雖然沒有冷氣，但優點就是廁所不用錢。這裡也有一些文創精品小店，自己來尋寶也會有驚喜感。目前還要等候中，再逛一下，等一下就能去用餐了。由於立豐拉拉米要排隊等候，導遊也是盡量喬一個時間給我們。本來是下午1點就能進去用餐，不過這間米其林餐廳實在是真的太高朋滿座了，於是我們的用餐時間變成下午2點，不過值得啦。拉拉米就是閩南話拉阿米的意思，湯頭有相當重的花雕酒味，湯頭很鮮但偏鹹，少喝一點。米線和貝類很好吃，判定這確實是名副其實的米其林。粉絲們來電。當然，飯後點心也是不可少的，有甜點跟飲料。來，粉絲們喝幾口。吃飽喝足，包含一餐米其林就是讚。上車後就要一路趕往不成，在休息站上個廁所。下一站，粉紅清真寺。這裡建在水面上，整體的粉紅色外觀非常夢幻，是很多網美殺快門的聖地。對我們來說，穿上他們規定的紅色長袍，實際體驗一下伊斯蘭教的宗教氛圍與建築之美，也是這趟旅程中非常有異國反差感的地方。入口處有專屬櫃台，提供免費租借長袍及頭巾的服務，也就是俗稱的小紅帽。怕熱嗎？來，進去裡面以後，冷氣超強。我上次來馬來西亞的時候也有來過這間寺廟，我那時候反正是被人撞啊，撞完之後呢，那個人又跑去圍牆那邊亂拍照，然後我就直接當那個穆斯林道德警察，我就直接把他鞋子放在別的地方藏起來了。哦，很懷念啊，來第2次了。好了，這一站也只有20分鐘了，我們該上車了。哇，這個小賣部也很賺錢啊，一年四季他只需要賣冰淇淋就好了。哇，各位。往新山柔佛方向啊，要4個小時啊！晚上就要前往新山，因為我們最後一天搭飛機是在新加坡。新山離新加坡很近，這樣路途也比較順。這次的自理餐，導遊讓我們在高速公路休息站用餐兼休息，給我們1個小時半的時間。這時候蠻多台灣人都去買肯德基，結果肯德基要排隊排得要死，在最後的時間。他們才提着餐點上車，我則是選擇他們當地的快餐，雖然比較辣，但又快又方便，也吃得飽，經濟又實惠。吃飯愛配羊，知不？現在是晚上8點，各位相信嗎？有一到飯店啊，已經晚上10點了，導遊讓我們明天早上10點出發，挺人性的。
這次住的飯店超級偏僻，附近只有一間小商店而已，不過還行，很安靜，而且飯店很新。哇塞，這飯店看起來比我們前幾天住的還要新。好，這次換我來開箱了，那一樣是 AI 來配音。飯店開箱環節。他已經都幫我取電好了，這比前幾天還要大，然後還要乾淨的。我看一下，哦，來浴室，哇，這好像是連通房，那個門打開好像就可以連隔壁房間了。哇塞，好正常。這是3合1耶，頭髮、身體，然後臉都可以洗。看一下備品有什麼啊？牙刷、牙膏也有，好爽哦！好，一般的那種清潔包哦，用品包都有。好，衛生紙在上面。来，这邊也有一罐哦。這邊是真正的乾濕分離了。看門啊，還有花灑設置，哦。地毯的那個毛巾，那我看一下它正不正常？可以啊。看一下廁所，有啦，廁所也很大間呢。你看這個，洗卡稱哎，好。有啦，水压可以啦，正常。它这衣櫥其實很大，衣架什麼都有。它這是放髒衣服，然後它好像可以幫你送洗。哎呦，哇，它這邊有一個給你燙衣服的。哇塞！看一下這邊飲料的備品有什麼？這個茶在他們這邊也很有名哦。哦，還有咖啡。糖包哦，他們自己品牌的糖包，哦因為環保的關係，這邊不提供飲用水，所以要你自己裝，所以他給你一個玻璃壺這樣子。哇塞，這馬克杯蠻有質感的。電視啊，其實也不看，因為我都看不懂。好，一般的桌面。有啦，這椅子有靠背啊，那辦公什麼的，其實就比較舒服一點了。小沙發讓你在這邊喝咖啡吧。雙人床啊，雙人床，有時鐘哦。這次有給你一個，這邊床頭還有一個萬能插座了。床底下有沒有東西？安全。這個床整體還可以啊，不錯。詩情畫意相當有活力。好，先這樣，我把行李搬進來，不然他在外面睡很久了。好，這次的單人房就沒出什麼狀況，挺好的。各位晚安，明天見。大家早安，第5天開始了。哇，這次的飯店比較新，確實令人驚豔到。雖然沒有游泳池，但這裡的健身設施還是挺齊全的。話說這麼早起床幹嘛？當然是要去吃早餐。我到餐廳的時候8點20分，其實算比較晚了，已經沒有什麼東西能吃了。在吉隆坡的飯店住得普普，但吃的卻不錯。沒想到這間飯店住得不錯，吃的卻普普。比起上一間飯店，這邊補餐的速度就比較慢了。雖然有現點現做，但只有這2個小爐子，完全應付不了團體客下來用餐。來講講今天的行程吧。今天一整天都在新山閒晃。首先，我們第一站會去伊斯干達城柔佛州的行政中心拍拍美照，接着會去南洋街壁畫那邊走走逛逛，然後呢就會去程序年老街逛逛了，參觀那裡的南洋復古建築。同時，我們終於能夠大採購了，會去新山有名的大商城 KSL City Mall， 這間就是很棒的在地大賣場，想買折扣名牌的也有地方能買哦。我們也會去一間 Outlet， 同時在那邊自理晚餐，覺得這是來大馬最愜意的一天。遠離市區以後的小清新行程，最後我們整個行程就會結束了。各位，我們走吧。每天都會發礦泉水，這真的很重要。
由於明天大清早就要去新加坡搭飛機了，領隊要跟我們收護照，幫我們填寫入境卡。來到柔佛州的行政中心伊斯干達城，不要聽到行政中心就覺得很無聊。這裡的建築走的是極度宏偉的摩爾式跟伊斯蘭風格，隨便一個中庭、拱門，拍起來都像是在中東哪個土豪國家的宮殿一樣。最重要的是，這裡腹地超大，而且不用門票。對於強調儀式感的網美來說，這就是最完美的免費出片聖地。隨便找個有光影的長廊走過去，影片的質感瞬間拉滿，拿回去發現洞。朋友可能還以為你這趟是參加什麼尊爵不凡的高級奢華團，但如果你是跟團來，那你要先排隊等人排完才能換你咯。上車出發，前往下一站。在老街附近穿梭，一定會看到這些畫在牆上的南洋人街壁畫。這些壁畫重現了早期馬來西亞的市井生活。這種景點對我們來說最友善了，完全免費，而且互動性極高。照片的趣味性跟個人封面在這裡一次搞定。同時這邊也有餐飲一條街，但請放心，依舊是南洋風味十足。但這一站只有短短25分鐘，有團員去點飲料都要等很久。我比較白痴，跑去問這杯飲料要等多久啊？確定會等比較久之後呢，我就不點了。那如果你是跟團來的話，一開始大家下車的時候呢，会很多人都在擠在一起在那邊拍照。但是你可以等到上車前的5分鐘到10分鐘啊，幾乎沒什麼人了，就隨便你拍了。好，那就是不用急着先拍照，然後之後在那邊上車前的5到10分鐘再拍照就可以了，不用那麼趕。來這邊悠閒惬意喝個下午茶，其實挺不錯的。不過我們要趕路了。團員反映在南洋街沒啥上廁所，導遊加碼休息站給我們，順便買幾罐涼的。接着是新山非常有名的陳訓年老街，這裡保留了很多早期華人下南洋的復古建築，現在基本上已經轉型成充滿文青咖啡廳跟特色小店的觀光街了。來到這裡，我們的防禦雷達又要打開了。那些裝潢的很漂亮的網美咖啡廳，價格通常也很網美。如果不想被當盤子，我們就在外面拍拍復古街景就好。不過這裡有一間非常有名的百年麵包店——鹹魚麵包西果廠。他們用柴火烤的香蕉蛋糕真的很便宜又實在。如果剛好沒什麼人排隊，買一盒回去當明天的早餐，或是帶回家給家人們當零嘴，這才是真正的把錢花在刀口上。導遊說這間麵包店很值得來買的時候，團員一窩蜂就去排隊了。我就不跟他們排隊，先去附近踩點拍照，等差不多了回去就不需要排隊。馬不停蹄，接着我們又要走路過去柔佛古廟。這座柔佛古廟是新山華人的信仰中心，歷史超過100年。但這裡最酷的不是歷史，而是它的地理位置。站在廟的庭院附近看，四周全部都是現代化的超級摩天大樓。這種古老廟宇被鋼筋水泥包圍的畫面，有一種極度強烈的賽博朋克的衝突美感。不用花1毛錢，進來感受一下香火鼎盛的氣氛，順便跟神明祈求一下接下來的行程平安，CP 值極高。同時這裡廁所也不用錢，當地人都很友善，大馬華人暖心啊！柔佛州最經典的購物中心 KSL City Mall， 這裡可是每個周末新加坡人跨過邊境來大爆買的一級戰區。這裡走的是極度親民，甚至有點接地氣的路線，裡面滿滿的平價服飾、手機配件，還有超級便宜的按摩店。當然，最大的重點還是那免費的超強冷氣。中餐如果在這邊治理，地下室的美食中心跟大賣場絕對是我們這種的好朋友。價格實惠，吃飽喝足，還能順便考察一下馬來西亞的真實民生物價。這裡超市賣的東西比較大眾親民，如果是比較冷門的品牌就沒有了。同時，我們中午又是一頓自理餐，住幾出住幾哦。中餐在這邊吃也划得来，中式快炒、素食、西餐、異國料理，這裡都有的。還有，這裡可不只有百貨公司能逛哦，如果時間還夠，外面街邊賣的東西也很值得看看。最後，柔佛州名牌折扣中心，當地的 Outlet， 我覺得愛逛街的來這邊絕對很過癮。
馬來西亞 Outlet 的折扣跟台灣的沒得比，是絕對實惠的。你可以找看看你想要的品牌，這裡有沒有。基本上來這邊買打折品，比其他國家的真 Outlet 假折扣來得好。就算不買這些東西哦，美食街也有很多在地連鎖店美食，絕對值得品嘗。走走逛逛，看看大馬的 Outlet 有什麼不同也可以。反正買東西在這一站是不會後悔的。如果跟團有到這一站，花點時間做功課，列出自己的購買清單，可以多不能少，全買到當爽到，少買到當賺到。順帶一提，廁所大間又乾淨。走完這一站，我們的行程徹底結束了。然後導遊會在車上短短講個幾分鐘，推銷賣鑰匙圈跟肥皂，肥皂一盒6顆約600台幣。其實愛買不買也隨便你。那些有買的人下車的時候，導遊還會叫司機跟人家說謝謝，給好情緒價值。哇，大馬華人又贏了。大家早安，睡不到幾小時，凌晨1點多就要起床，準備前往新加坡機場搭飛機回台灣了。現在是凌晨2點45哦。那今天最後一天哦，要搭飛機回台灣了。那要過2次海關，為了避免那個馬來西亞往新加坡那個海關的人潮啊，所以要凌晨出發。好，那各位跟大房間說再見。飯店這邊提供簡易的餐盒給我們使用。今天就準備啟程回台灣了。這次的團實在太 free 了，除了長時間搭機拉車以外，就算進購物站也是1-2句就帶過去，沒有多說什麼。不想買也不會糾纏你，這種真的是出來玩的。而且我一個人負擔單房差價也才3000，自己一個人跟團也沒什麼不好，確實做到愜意自在，管好你自己。但這種行程受得了再來，不然一路上哭爹喊娘。導遊領隊雖然沒有到特別貼心，但我必須說很盡責。領隊幫我們處理入境出境的登記問題，還用一台小手機慢慢 key。這趟的團員都很優質，完全不會請了沒買的人。就算是低價的馬來西亞團也是超棒的，大馬旅遊簡直一流。好啦，我是窮鬼，我們下支影片見。原來酷航逃生艙的座位是可以賣的，酷航1年4季只需要賣這位置就好，所以我沒買，擺拍而已。尋寶之旅，尋找山東豆。老宋，我以為這邊有那個山東花生，可是這邊好像沒有山東花生，所以我在蓮花超市這最後一站我就不帶了，真的找不到山東花生。好，我先跟你說一聲，老宋，我找到了，在這裡，山東豆。幫人買東西，尋寶能力真的很重要。